走。我是班宇，是一名小说作者，沈阳人，生于1986年。很多人也说我是唯一坚守在沈阳，就好像我是这片土地的守灵人。没有离开沈阳原因就是我不知道去哪儿。我去哪儿了？我觉得各个城市长得越来越像，它跟2000年左右的时候的沈阳已经是两个城市。你现在看见的不是那些东西，所以你在热烈的追忆，热烈的想象和描述。我家所有人，我奶奶也是变压器厂，我姥爷都是变压器厂。上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他的父亲是冶炼厂的。他说我爸爸下岗，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可思议。他说嗨，就再找呗，还能怎么办？我当时觉得好像是这个改变开始发生了。他们会把这个事情讲述的轻描淡写，就是好像这个事情既然是必然发生的，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它渲染上一种强烈的悲剧色彩，不要沉溺于这样的事件里面，可能还得再往前走一走。往前看，别回头啊！导演辛爽，制片人卢静给我讲了整个大概故事，然后我当时听得云里雾里，我就会去想象如何把这个故事的逻辑让它更圆满一点。当时导演不是特别喜欢原剧本那个名字，我说就正巧刚写完一个小说，就叫《漫长的季节》这个名字。至于那首诗，我们当时是想赋予王阳那个角色一些特别之处，正好是我说这小说里面有这样一首诗。打个响指吧。他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面前的人们此时尚不知情。因为找不到别的工作呀，只有这个公司当时收了我的简历。16年豆瓣搞了个征文大赛，我写了一批工人村的那些作品，就阴差阳错拿了个奖。因为对那个环境最熟悉，你就知道这里面住的每一个人，你看他一眼他的长相，你都能猜到这个人这半辈子是怎么过来的。这是写作的一个起点。再往西走500米吧。对，我出生在我家那边，这一片都叫工人村。它是建于50年代的，那时候没有商品房，所以那个房子都是厂子盖的，然后分的房。因为现在这边大部分住的都是老年人，都搬走了，都不住在那边。我就每次拍摄都来，变成一个景点。自己不怎么来啊，你没什么事儿啊，就也不往这边来。太丑了，这我们尽力了。沈阳人审美就这样。以前周边就是能有500到1000桌打麻将的吧，成宿成夜的打，打游戏机、开扑克机、跳舞、搞婚外情什么的，就都在这一边发生。我小时候陪我一个姑姑去相亲，然后就约在劳动公园门口，然后我俩就在那等了好半天，那个男的也没有出现。然后我姑姑就，她说肯定他妈他在舞厅里，果然他一去舞厅就把那个男的逮了出来，就特别逗。如果我是一个工人，我生活在1999年的时候，我对我的遭遇没有办法想象。只有当这个时间段过掉一点之后，我们才有机会去重新讲述这个事儿。这个是人理解时代和理解自己的一种方式。
这几年大家又重新把这个事情想起来，一方面是我觉得它提供了一种普遍上的情感的记忆，哪怕我是一个南方人，我好像也能理解当时这些困境里面的东北人，这个是比时代数据更为切近人的心灵的一部分。再有一个是不是这几年的整个的大家的情绪跟千禧年左右也有一种暗合啊，反正说吧，还他那玩意儿串屏呢，还咋？我们今年在看那个漫长历史，就是我们就变成了公标和父母那个年纪。20年过去了，大学毕业找工作啊，买房子，沈阳工厂扒拉钱盖房子，找对象结婚生孩子，生完一个生俩，孩子补课，忙忙叨叨的。班宇带我们8生，我们不说，整挺好的，的确。来吧，整挺好，喝一个来。他说，一片树林里分出2条路，而我选择人迹罕至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小林说，你喝多了？我说绝对没有。小林撇了撇嘴，没再讲话。我说那你怎么看呢？小林想了想说道，答案在风中飘，我的朋友，答案在风中飘。东北人在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方式，好像有点玩世不恭的那种姿态。我不在意，我不在乎，但事实上他内心里有着非常坚固的纯真。我觉得这种反差是让我觉得可以书写